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拆装这个飞轮，飞轮的一些基本介绍。就是要换这个轮组嘛，那轮组要换的话，因为这个飞轮也要拆下来，然后再装到新的轮子上面。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拆卸这个飞轮，然后以及一些飞轮的基本介绍了。像这个的话呢，这种叫做卡式的飞轮。像我手上另外一颗呢，这个呢叫做锁牙式飞轮。看得到，像这个锁牙式飞轮的话，它是这样一整颗的，所有片子都是这样一体式的，设计是不能一片一片的拆下来。这种呢，它就可以一片一片分开。这种叫卡式飞轮，那等一下我拆下来之后呢，各位会看得更清楚。这是老款的啦，这种是新款的，所以在重量上面呢，这个锁牙式的这样相当的重，像这样子，这个是6束或7束的嘛，这11束的比这个还轻很多，这个相对来重。那一般这种呢，会用在像淑女车啊。便宜的1、2千块、2、3千块的那种变速车，基本上都是配这种。束别一般都是6束到8束 ，Shimano 大概8束以上都是走这个卡式飞轮了。8束的话，像什么日驰啊还是什么的，它还有做这种8束锁牙式飞轮，要不然一般市面上 Shimano 大部分只能买到6束、7束的。一般我们公路车或者是高级的车子，基本上现在都是走这种卡式飞轮的系统，主流是8束到11束。开始之前先提一下工具好了，因为自行车这个工具的部分比较特殊一点。在我们拆卸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需要这个东西固定飞轮的，还有这一个飞轮拆卸工具。看我手上拿的有2种，中间有凸出来1根的。卡式飞轮用的，这一个没有凸出来1根的，这个呢是锁牙式飞轮用的，它就是这样子套在这边，然后转紧跟卸除，它是正牙的，这样子正着转，它就可以把这个飞轮锁紧，逆时针转就可以松开。卡式飞轮它就是使用这个工具，等一下我们会用。像这种工具呢，它基本上都是1/2，所以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棘轮扳手。1/2这样套上去，这样子来使用。等一下会使用给各位看。在我们拆卸的时候呢，就是直接使用这些工具。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呢，就会用到一个扭力扳手，稍后再来跟各位介绍一下。首先，我们就先把这个快拆杆拆下来。注意一下，这个快拆杆两边的里面呢，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弹簧。像我这个的话，弹簧是有固定在这个帽子上面它就不会掉下来。那假如说有一些弹簧它是分开的，它这个跟这个会脱离的话，各位要记得把这个弹簧不要弄丢了。拆卸的时候呢，这一根对准这个圆圆的洞插进去，其实它这边是有一个盖子，叫做飞轮盖。我们要把这个盖子打开，才能把这个飞轮给取出来。我们要拆开的话，我们就要逆转。可是我们发现说，我们这个在逆转的时候，有没有这个飞轮跟着动，就没有办法转松，有没有？这样子根本就没办法转松，除非你可以用手把这个飞轮固定住。但是因为飞轮用手实在是不好固定，所以我们就有这个飞轮的拆卸工具。使用飞轮的这个固定工具呢，一般我会固定在倒数第2盘，这样子把它圈起来。你这样子拉住的话，就等于是你用手把它固定住，让那个飞轮不要逆转。使用这个扳手逆时针转，这样子可能比较好开。这样子用力，会有那种一格一格一格的感觉，那种就是防松脱。已经松开了，我们就可以不需要这个，我们可以用手直接把它转开。就可以看到这边呢，就是一个飞轮的盖子。然后它这样子飞轮就是一整组的，那一整组我们就可以这样整个拿下来，它是可以这样一片一片一片独立分开的，但是最后有几尺呢是2片3片一起的，那是看飞轮的设计，每一个可能会不太一样。这样子各位就看得很清楚，这个的话就是锁牙式飞轮，它就是一体式的一整颗，没有办法拆散的。卡式飞轮
它就是这样子一片一片的。一般最后几片呢，它会像这样，这是2片一组，有的是2片一组，有的是3片一组。像这个，它就是一片，然后带一个垫圈。有的会是就单独一片，然后垫圈跟那个片片是分开的。那飞轮盖上面呢，它会有写规格，有一个锁紧的数值。一般的话，它是会写40 Nm， 就是要40牛顿米。所以等一下我们锁上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需要使用到扭力扳手。如果锁得太松，它有可能会松开；锁得太紧，有可能会把那个螺纹给锁坏。锁坏的话，你的棘轮座或者是你的这个盖子就要换掉。标准的做法会使用扭力扳手，这个数字不晓得拍不拍得清楚。40牛顿米的锁紧力道以及它的型号，然后几速到几速的，都会写在这个飞轮的盖子上面。安装飞轮之前呢，我们因为最后会上飞轮盖，然后就是锁在这个棘轮座的这个里面，这有内牙。那我们牙的这个地方呢，抹一点这个黄油，这样子的话可以防水防尘。再来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飞轮放在这个棘轮座上面。这个飞轮的话呢，当然是大片的在里面嘛。那它这个有一个防呆的设计，所以你看我这样子插不下去，它有一个卡榫，卡到那个位置，它才能放得进去。像这样子位置对到的话，有没有？它就可以很直接的放下去。它这个呢，就是单一片的，这个是没有含垫圈的，因为这个它上面已经有一个凸出来的垫圈在这边，所以我们这一片直接放下去。放下去之后呢，然后要在这上面放一个垫圈，就是一个竖跟一个竖之间有一个间隙嘛，它就是靠这个垫圈。垫圈是没有防呆的嘛，放上去之后我们才能换下一片。你看这一片也是单一片。中间是没有垫圈、没有凸起的，它是垫圈跟片片是分开的。然后对到位置之后呢，它这一片这样就可以放下去。那因为这一片也是不含垫圈，所以我们在放下一片之前呢，下一片它也是单一片，所以我们一样先放一个垫圈上去，再放这个单片的不含垫圈的。最后2片有没有？它这个都是含垫圈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它是下面有凸出来。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放垫圈。那片子全部放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飞轮盖锁上去。那放这个飞轮盖的话呢，一定要确定正确的入牙，可以先反转一下，确定它陷下去之后再正转。先用手稍微转看看顺不顺。如果手转就会卡卡的不顺就是斜掉歪掉，这一定要装好，不然这个盖子就废掉了。手转不了的话，可以用这个工具套上去，用工具这样子转。锁飞轮盖的话呢，需要用到这种扭力扳手，它可以设定你要多少扭力，扭力到的话，它会咔一声，那就表示你的扭力已经到了，不要再用力了。那我们就使用这个扭力扳手这样子，来把它转紧。它转的时候会有这样子一格一格的感觉，那个就是飞轮盖的设计，防止它松脱的。那我们就把它锁紧，会有听到咔一声，这样就表示扭力已经到了，不能再转紧。今天拆装飞轮的部分呢，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。好，拜拜。